王爷，这梁军擅长驯鹰，估计这附近已经有他们的岗哨了。默然，你率一队精兵，翻山越岭，先行入境。无论白姑娘是生是死，一定要给我找到她的下落。默然得令，撤！撤！把门关好。是。夫人，您这是？战况如何？军情。哦，回禀夫人，探子回报，楚北捷行军的速度比想象中的更快，再加上云长关口全开，全程畅通无阻。上将军也已经整军拔营出发了，但估计来不及抵达边境，就会开战。楚北捷，楚北捷。夫人，可有何不妥吗？传下去，全府之内禁止谈论战情，尤其是不能让白姑娘知道。如果她问起来，一律回答不知情。是。白小姐，菜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麻烦你们帮我去请将军和夫人过来用餐吧。将军今早去宫里了，说今晚不回来吃了。瞎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别乱说。好香呀！哇，来，好多好吃的呀！雪菜炖鸭，芝麻猴头菇，山药蓝莓。都是我喜欢吃的呀！我呀，就是心疼你远嫁大梁，特地做了一些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。白萍萍，你懂不懂勤俭持家呀？你做了这么多，我哪吃得完呀？实在是太浪费了吧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没有人跟你抢。你这个样子啊，他们会笑话你的。谁敢笑话我呀？谁能做出这么好的饭菜？还是我家娉婷对我最好了。这位白姑娘真是心灵手巧啊！以后谁娶了白姑娘，那福气可不比皇上差呀。小妮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家娉婷的本事可多着呢，她呀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掐指一算还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呢。哎呦，这可真玄乎！要不我们以后不叫你白姑娘，叫你白仙女儿。就你话多，越来越贫了。你们快下去吧，我跟娉婷有私话要说。是。哎，娉婷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娉婷，你竟然记得我喜欢吃这个。同学们，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师傅。杨凤，你留下来练琴。别管他，我跟你说哦，吃饭去了。我们啦，等等我。快点，快点，来啦！我都饿了。走，快跟上。我也是。
不饿。给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我叫娉婷，是靖安王府的侍女，我是跟我们少爷进宫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天天盼着小靖安王把你带进宫。只要你一进宫，我就有好吃的了。但是我一直不明白，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我长得可爱吗？我那时候啊，就想让你教我弹琴，拜师总得送点见面礼吧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太让我伤心了。你呀，就是从小心机这么多。为了怕你饿肚子啊，我还得想尽办法哄着我们家少爷3天2头的进宫。娉婷，想想那个时候，大家多开心，多好呀！你看现在咱们不是又在一块儿了吗？夫人，将军来的信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赶紧吃饭。上将军的信你不看吗？嗨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还不都是老一套。他肯定又问有没有乖乖吃饭、乖乖睡觉。他呀，他就是一根筋，翻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。你看，我边吃跟你边聊，把自己肚子都快撑破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躺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啊。梁王这次匆忙召上将军入宫，可是因为禁军来袭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上将军的对手是楚北捷，是吗？娉婷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。怎么样，战况如何？娉婷，我知道，上次楚北捷答应的5年不侵犯燕地的女军师就是你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很有耐心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不想让你把自己给搭进去。无论你选择哪一边，你都会为难。娉婷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受伤。你就不能做个平平淡淡的女人吗？那些都是男人的事儿，是大晋和梁之间的恩怨。这份重担，你没必要承担的。告诉我战况如何？你没有听到我说话吗？好吧，应该还没有开战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开战，楚北捷跟泽义，谁会赢？说话呀！我不清楚上将军的实力，所以这个说不准。没关系，我家将军的实力，我很清楚，他一定会赢。他答应过我。娉婷，我想这2天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来求你。
陛下，讲。大将军急报，青雁城已破，敌军直指堪布而来。臣已倾全军之力布防，誓与堪布城共存亡，全力保住都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将军3天没有书信，夫人就3天没有吃饭。白姑娘，听说您是夫人儿时的玩伴，她不听我们的，却不一定不听你的，请白姑娘过去劝劝她吧。无论如何，也请夫人保重身体呀。我去试试吧。夫人，养父，夫人。娉婷，你帮我打开衣箱好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他活不了，我也活不了。这件衣服是将军年初送给我的，很漂亮，我都舍不得穿。如果我走了，你就把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，养父？孩子的事情，泽隐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自己摸一下，这里住着你和泽隐的孩子，他才2个月大，最需要母亲的保护和呵护了。答应我，每天都要准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每天都要跟他说话，唱歌给他听。你一定要让他安安心心的在这里长大，顺利的出生。这是你的责任，你知道吗，养父？娉婷，我今日便会去见梁王，定会帮泽隐打赢这一仗。我不会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不，养父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是我唯一可以帮你做的事情。你就安心的养胎吧。
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魏婷，帮我备马车。是。陛下，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大将军的令牌，想要求见陛下。来人可是上将军的夫人？不是，她说她叫白娉婷，是上将军的朋友。哦，选。是。民女白娉婷参见陛下。民女受上将军夫人之托，前往堪布。与上将军一起守城，特此前来，想请陛下赐予我兵符。荒唐！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白兰人、阉人，我凭什么把军权交给一个我从不相识的异国女人？我就是那个与楚北节定下5年之内不犯燕地之人。哦。竟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，我只告诉你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不管陛下有没有听说过我，相不相信我的身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堪布城已破，都城岌岌可危。陛下也是命悬一线，陛下你没得选。好，寡人暂且信你，但你……陛下要答应我3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许任何人打探我的来历；第二，若是大晋败退，我要立刻抽身。第三，陛下要给我调动3军的指挥权。我只是问你有何对策。既然实力悬殊，无法与晋军正面较量，只能暗度陈仓，从后方下手。我要下毒。大梁地处偏远，却一向消息灵通，相信陛下必然在各地王宫中安插了负责打探消息的内应。想要把毒药放入司马弘的饮食中，并非难事，难的是怎样让他吃下去。司马弘每次用膳，每道菜都有人先行检验，寻常毒药绝逃不出这个步骤。不过我有一配方，能迷人10日不醒，尝尝吧。用任何方法都检验不出来，请陛下派快马送至晋王宫。只要在司马弘昏倒的同时，我们把晋王宫内乱的谣言传出去，楚北节得到消息，定会立即退兵，回建康城安定内乱。白姑娘，大梁的安危就全靠你了。我定会竭尽全力。集结兵力，在此布防。报！是。上将军，有客求见。白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写的。若涵，带人先下去。是，走。杨凤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杨凤她好得很。我想，如果你要是死了，
他会高高兴兴地带着你的儿子一起改嫁他人。儿子，杨凤怀孕了。你以为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很潇洒，很有气派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杨凤因为你这封信差一点自杀。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保家卫国？一个连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又有什么资格保护自己的国家？你这又算是什么英雄？此物你可还记得？兵符。梁王已将此物授予我，如今三军听我调遣，但除了必要人等，不得将我的来历泄露出去。末将遵令。早就听杨凤说，姑娘是女中诸葛，从今天开始，择引听凭白姑娘调遣。有上将军这句话，娉婷就放心了。姑娘风尘仆仆的过来，想必应该是有了主意了。如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，能多拖延一天，希望就多一些。楚北捷乃是当世战神，之前在青燕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领教过他的功夫。此人若是强攻的话，恐怕我们拖延的时间不会太久。若是他主动出兵，堪不成必破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梁与大晋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晋军突然发兵，师出无名，逆天而为，大梁将士人人得而诛之，必血战到底。师出无名，到底有名还是无名？你最好问问你的大王，或者你死后，我替你问他。我大晋数十商队、数百良民、数万钱财都去哪儿了？你大梁派军抢掠烧杀，扰乱我大晋商路，如今还敢叫屈？一派胡言！我从未听说过此事。若你能证明杀人越货者不是梁军，我楚北捷自会立即退兵。但在此之前，请恕亡命难违。杀！杀！这块地方，上将军可熟悉这里的地形？百里茂林，正是。晋军虽强，可梁军也非弱将，实力相差并不多。梁军怎会连连败退？我梁军善战，可那楚北捷太强。第一次交锋的时候，楚北捷亲自交阵，我梁军派出了第一猛将蒙初，结果被他3招斩于马下。若是上将军出战，结果会是如何？10招之内，尚可抵挡。
上将军不敌，必不可恋战。楚北捷见你撤军，必会乘胜追击，而他不熟悉附近的地形。我们的目的地，则是百里茂林。茂林之中荆棘丛生，枝叶缠绕，但是我们的战马身形矮小，四体有力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一定比他们更加灵活。如果能够控开堪布前面的空地，把他们引入茂林之中，利用地形的优势声东击西，我们未必不能赢他。撤退！我们终于打了一场胜仗！大家不要松懈，咱们还要再接再厉。今天虽然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，但是事实证明，楚北捷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神，咱们可以打败他，并且已经打败他了。今后，不管是谁，若敢犯我大梁，咱们一定要携起手来，把他们给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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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峰，你果真了解我。无论我帮谁，都逃不开这锥心之痛。但也许，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已得到确切的消息，白姑娘被良将泽隐给救了。天可怜见，娉婷没死，太好了。可是，听梁军里面相传，现在军中有一名神秘的女主帅。如果默然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名神秘的女主帅应该就是白姑娘。哎，王爷，那如果是白姑娘，那你说咱这打还是不打呀？今日一战，实在不像是泽隐的手笔。接下来的仗，就变得有意思多了。嗨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百里茂林让我们的士兵吃了亏，但偶然也让我发现了一件好东西。啊？这不就是半截树枝吗？这叫三花树，百里茂林里到处都是。可娉婷只用它来缠住我们的战马，看来他还不知道这种树有更厉害的地方。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要用它还颜色。娉婷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如今我们虽占先机，但这棋盘上已经没有多余的棋可以走了。可是这场胜利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如今将士们的士气都被提起来了，大家都非常有信心。虽说不一定能胜，但接下来楚北捷的日子不会好过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白姑娘。何事？你可知道，
晋军为何会突然对我大量出兵？为何？今天我和楚北捷对战之前，他提到过，说有大批晋商被我梁军所杀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出的兵。但是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虽然我隐居已久，但是军中的事情我不可能毫不知情。这件事，白姑娘知道吗？没有钥匙，你怎么打得开？怎么？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我走了。不曾听说。此事我会派人查个清楚。今日楚北捷吃了败仗，肯定士气低落，他不会这么快发动进攻的。白姑娘劳心劳力，就早点歇息吧。末将告退。上将军慢走。姐姐，求求你别走啊，姐姐！少爷，公主，何霞冒犯公主，请恕罪。对不起，将军，是本宫唐突了，打扰了将军。真害怕伤到了你。月色已晚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睡不着，想出来走一走。你不是也没睡吗？难道公主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怎么，你看出来了？让我来猜一猜，应该是明天就要回王宫了，所以睡不着，对吗？公主，你虽然回到了白兰，但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对于你来说都是陌生的。你能不能把白兰掌管好？你曾经的那个家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这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对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和你是一样的。我何霞在白兰没有亲人，无依无靠。白兰的每一寸土地对于我来说更加的陌生。我能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更是一个未知数。原来将军也会担心未来，我还以为……没错，公主，你的担心其实就是何霞的担心。我们在这里无依无靠，无路可退。但是公主，我想提醒你，我们应该把这份担心藏起来，放在心里，不要被人抓住了把柄。所幸我们还有彼此啊，我们可以互相扶持。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知心人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倾诉给我听。知心人？没错。我们可以做彼此的知心人，我可以替你分忧解难。准奏。
何暇领旨。公主，今晚月色这么美，我们一起小酌一杯吧。好啊。来，小心。你等我一下。来，请。不好意思，给我点时间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可是我愿意。